为了身体的健康，这个食谱得记好，每年就可以安心的食用自制的低盐酸白菜。略微整理大白菜，把老叶摘除，切去一点梗蒂，在12公分处切上十字2刀，顺着刀的切口，用手慢慢分开大白菜，尽量保留完整的叶子。待会清洗及穿烫时，都不会留下太多小叶片，也会减少腌制失败的几率。穿烫后不能再碰到生水，所以在穿烫前先洗干净，去除沙土及菜虫。锅中加入3公升的水，烧至沸腾，再调至滚动的状态。顺序加入大白菜做汆烫，只需略微汆烫即可。影片在这一段没剪接，每次都大约15到20秒内就可以把大白菜拿起来，每次都汆烫1/4，操作起来比较方便。汆烫的步骤是必须的，主要在做杀青的动作，令叶片变软，也是酸白菜的特色。汆烫后的大白菜和汆烫用的水分别放置室温，把放凉的大白菜对折，逐一放入容器，略微排好即可，不需刻意压挤。腌泡一颗约3到4斤的大白菜，需要一个6罐装的容器，不能完全密合也没有关系。在放最后一块时，把它横放在平间，用平肩把菜给卡住，而1罐装的就需要4个，各放入1/4的大白菜。用小瓶也一样，用平肩把菜给卡住，就不会浮在水面上了。最后放入盐及汆烫用的水。一般的食谱，盐分的对比都极高，无论它们对的是菜的重量或瓶中的容量，常常达到2%到5%，是非常非常咸的。本食谱中，1罐600毫升容量对细盐1茶匙，盐跟瓶中容量比例只有0.7%到1%。用洗米水的版本，两者的分别主要是酸度的差异。如果喜欢吃酸一些的，可以用洗米水做做看，做法可说是完全一模一样。酸白菜独特的口味，咸爽嫩脆，开胃去腻，更能增进食欲，帮助消化。腌制菜的风味独特，历史悠久，尤其在东北地区，几乎是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必备菜。而如今在台湾，酸菜白肉锅已是火锅店必备的一道可选汤底。加入汆烫水时，只需9分满。白菜在发酵时会浮在水面上，所以汆烫水中的小叶片需过滤掉，以减低发酵时败坏的机会。在第2天、第3天时，由于益生菌会排出二氧化碳，会有很多泡沫出现，白菜会浮在水面。小妙招是用玻璃瓶把白菜压在水下，再盖上盖子，避免使用有金属的瓶子。期间注意容器中的水位，如果水位过时，要舀出一些，防止外溢。刚开始的前几天，可以用没有沾油的工具帮忙把气压出，之后就等它慢慢做转化的过程了。一般来说，腌制3至4星期，大概30天就可食用了，但建议45天再食用，风味会更好。而拍摄中的成品，
在室温足足放了90天，依然没有败坏的情况，口感仍然是爽脆的。低盐酸白菜的味道刚好，在烹调各式料理的时候，不需要泡水冲洗洗去咸味。制作酸菜白肉锅的时候，腌制的菜汁也可加入菜肴，增添风味。当然，除了做火锅，也可以用来做酸白菜饺子、炒肉片、炖粉条等等，都是令人食欲大振的菜肴。